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份重磅解读，相信最近大家都被金价的疯狂表现刷屏了。国际金价在2026年开年短短的20天就逼近每盎司$5000的历史新高，而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报告《印度黄金市场更新》，时间涵盖到2026年1月中旬。为什么要关注印度市场？因为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黄金消费国之一，它的需求变化往往能反映整个黄金市场的趋势。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让我们先从报告的第一页开始，这一页的标题是印度黄金市场更新，持久的需求强度。开篇就列出了几个关键要点，最重要的一点是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主要是由全球不确定性推动，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政策不确定性。印度国内黄金需求保持坚挺，特别是投资性购买表现突出。上市珠宝商在2025年第4个季度实现了37%到51%的强劲收入增长。12月份，印度黄金 ETF 的资金流入创下了历史新高。2025年全年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第一页最重要的图表，也就是第一页的图表1，标题是涨势加速。这张图展现了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黄金定盘价和印度 MCX 现货价格的走势对比。图表采用双轴设计，左侧显示月度变化，右侧显示印度卢比计价的金价水平。从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价在2025年经历了持续的上涨趋势，特别是下半年涨势明显加速。到2026年1月13日，印度国内金价已经达到每10克139799卢比的历史新高。报告特别强调一个惊人的数据，2025年全年黄金价格上涨了 67%， 这是自1979年以来的最高年度涨幅。进入2026年的前13天，国际金价又上涨了近 6%， 连续创下了5个新的历史高点。这种涨幅在黄金市场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翻到第2页，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报告指出，尽管金价高企，印度国内黄金需求环境仍然保持韧性，但表现了相对谨慎。这种韧性但谨慎的特征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是消费者的行为明显变化，高金价压制了黄金珠宝的购买量和平均交易规模，消费者开始坚持固定预算，转向购买更轻量化、工艺费更低的珠宝。虽然 22K 金珠宝仍然是首选，但 18K 和 14K 的金需求明显上升，这反映出消费者价格敏感的提高。更有意思的是，珠宝以旧换新活动异常活跃，一些零售商报告超过 40% 的珠宝销售是通过旧珠宝换新推动的。上市珠宝商的业绩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提到的5家主要上市珠宝企业，包括泰坦公司、卡莱恩珠宝等等，在2025年第4季度实现了 37% 到 51% 的收入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价格推动的，因为该季度金价上涨超过 15%， 推高了平均售价，抵消了销量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币销售同比几乎翻番，这直接反映了投资需求的急增。第2页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黄金 ETF 的需求爆发。根据印度共同基金协会的数据，2025年12月，印度黄金 ETF 净流入达到创纪录的1160亿卢比，约合 12.9 亿美元，这标志着连续第8个月净流入，显示投资者对于黄金的需求具有持续性。12月份 ETF 持仓净增加
8.6吨，使总持仓达到了历史新高的95吨。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第3页的图表2，标题是创纪录的需求。这张图表展示了印度黄金 ETF 的资金流向和总持仓量的变化。图表清楚地显示，2025年是印度黄金 ETF 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4个季度都有大量的资金流入，特别是第4季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灰色折线显示了总的持仓量稳步上升，在2025年底接近100吨。这种对比非常鲜明，说明2025年印度投资者对黄金 ETF 的需求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2025年对印度黄金 ETF 来说确实是突破性的一年，全年净流入4300亿卢比，净需求37吨，占全球黄金 ETF 流量和需求的 5%。 投资者账号数量同样同比增长 60%， 新增380万个账号，总数达到1020万个。这些数字说明黄金作为投资工具在印度正获得前所未有的认可。看到这种投资的热潮，如果你也想参与但担心盲目跟风，可以去看视频描述栏或置顶评论，了解浩投资量化交易系统，用数据和系统来做理性的决策。第3页还介绍了数字黄金这一新兴趋势。第3页的图表3，标题是数字黄金购买加速，展示了通过统一支付接口购买数字黄金的情况。交易价值从1月的80亿卢比增长到12月的210亿卢比，增长近3倍，全年估计购买 13.5 吨。图表显示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虽然11月因监管提醒出现短暂回落，但12月份迅速反弹并创新高。第4页讨论了印度央行的黄金购买策略变化。第4页的图表4，标题是估值效应。这张图非常有教育意义，它展示出一个有趣的对比。2025年印度央行黄金购买量降至8年来的最新低，只有4吨，与2024年购买的 72.6 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从约 10% 上升到 16%， 这就是报告中提到的估值效应。即使购买量大幅减少，但由于金价暴涨，黄金储备的价值和占比都明显提升。这反映在央行的储备管理上的谨慎策略。当金价处于高位，而且黄金占比已经快速上升的时候，会放缓进一步购买的节奏。第5页的图表5，标题是季节性高点后进口降温，展示了印度黄金市场的月度数据。图表清楚地显示了印度黄金进口的季节性特征。9月和10月为节日季节备货，进口量达到峰值约115吨，价值约120亿美元。而12月份进口量回落到35到40吨，价值41亿美元。这种模式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全年进口价值基本稳定在590亿美元，但进口量下降超过 20%。这说明高金价环境下，虽然花费的金额没有明显减少，但实际购买的黄金数量显著下降。通过这份详细的报告解读，我们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结论。首先，2025年是黄金市场历史性的一年， 67% 的年度涨幅创下了1979年以来的新高。这种趋势延续到了2026年。其次，在高金价环境下，印度黄金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物首饰需求受到抑制，但投资需求强劲增长，成为市场主要的驱动力。对于有经验的投资者来说，这份报告证实了当前黄金牛市是由避险需求和投资需求主导的，而非传统的消费需求。ETF 资金持续流入，数字黄金快速发展，这都说明黄金正在加速金融化。对于投资新手来说，这提醒我们，黄金投资可以通过 ETF、数字黄金等多种方式参与，而不必局限于购买实物。
最后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即使央行这样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在金价高位时也会采取更加谨慎的策略。作为个人投资者，我们更应该注意控制仓位和风险管理。黄金虽然是优秀的避险资产，但在历史高位追高仍需格外谨慎。如果你觉得这期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提醒小铃铛。如果你对黄金投资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